在黄河边上发现有108座塔，为西夏时期，至今有900多年的历史。为什么这些塔群如此布局？里面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正在边疆秘境之旅，来到了宁夏吴忠青铜峡市。朋友们好，我是吴京。昨天拍完董府，到达青铜古镇这里的时候，已经是下午的4点钟左右。在窝窝上面看到了这个地方是可以充电的，于是花10块钱，赶紧把车里面的电瓶给充满。因为每天晚上的话都会开电热毯，这样的话睡在车里面就不会冷。早上的时候呢，去镇上面吃了早餐。现在我们就去黄河大峡谷看一下。我们刚才去黄河大峡谷售票处问了一下，工作人员告诉我们，现在由于黄河的水已经结冰了，没有办法开船游览大峡谷，所以我们现在就来到了108座塔景区，门票是50块钱。大家看一下，在我身后就是108座塔了。现在过去看一下。因为塔的总数为108座，所以得名108座塔。108座塔呢，原本它的周围有一组规模宏大的寺院建筑群，但是由于自然和人为的原因，这边大部分的寺院都被毁灭了，现在保留的也不多。如果说按照西夏时期的话，基本上是没有的，只有这座塔。那么特点之一，我们可以看得到，它是建在这个陡峭的山上的。第二大特点呢，我们来看一下，从高往低处数，它都是为奇数，1、3、5、7、9、13、15、17、19的一个排列，构成了一个三角形的塔群，这个也是非常的罕见的。那么在我国现存的古塔当中呢，也是找不出第二个。我们刚才看了一下塔的布局，接下来我们从左边上围绕108座塔走一圈，右边下来。现在到目前为止，加上我才3个游客，比较的少，这样也好，我们方便拍视频。我们来看一下塔的外观造型。其实每座塔的结构看起来大致相同。塔的底座呢，由砖砌的8角虚泥座，而中心它是竖了一根木头在里面，外面填的是土坯，然后再砌成青砖。塔体的外表呢，涂成了白灰。我们再来看一下整座塔的一个形状，大家觉不觉得像盖着一把宝珠的伞一样的，非常的漂亮。我们从左边这块走上去。在1987年重修时，工作人员在塔的内外及塔的基下意外地发现一些写在丝绸上的西夏文字残片及元朝时期留下来的物品，才知道这些塔群是西夏时期所建的。根据考古专家说，108座塔建于西夏，兴于元代，所以明代的时候称它为古塔。到了明清时期，这里成为香火旺盛的佛教寺院建筑的中心。我们现在爬到了最顶上面来了，大家看一下，在这个地方有个塔。如果您是北京的朋友，或者是您去过北京妙音寺，在里面的话，有一座元代的白塔，跟这个非常的相似，也是具有这个喇叭塔的一个特点，只是说两座塔的大小不一样。这个塔呢，它的高度有3.5米，在下面是一个8角形的虚泥座。在东方这边，这里有个小门，以前的话是可以烧香的，但是现在不允许了。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这下面的塔。其实下面的塔的话，也是按照我们最顶部的这个塔缩小版的。下面的塔高大部分都是在2.5米左右。而塔尖的形状呢，会有一些变化，比如说从第2层到第4层，塔尖它是呈一个锥字形的；第5层
到第6层，它的形状像一个葫芦，然后第7层到12层，大家看起来像不像一个宝瓶？那么在西夏灭亡以后呢，这108座塔就冷落在这个山野当中。而在我们最前方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这里就是黄河。那么为什么108座塔会建在这个地方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的地势，后面的话是有山，靠山，而前面呢就是黄河水，所以有山有水，风水宝地。第二一个呢，当时的党项族人在这里建造佛塔，其实跟佛教有关。在西夏王朝的时候，他非常的崇信这个佛教，所以把佛教定为国教。第三一个，大家来看一下，在这个前面的话，虽然说我们现在是冬天，看到的草都是黄色的，但是到夏天的时候、春天的时候，南方的鸟都会来到这里进行生活，所以这是一个绝佳的好地方。那么西夏人建108座塔有什么讲究吗？当然有的。108座塔是佛教纪念性的建筑，而108这个数字呢，也是他们崇拜的一个数字。比如说，手串它有108个，自古以来都有撞钟祈福的这个习俗。他们认为人有108种烦恼，只要敲108个钟，人们听到以后就可以排忧解愁。当然，我个人觉得这是让我们的心静下来，是一种美好的愿望。目前旁边的寺院以及博物馆是在维修期间不对外开放，所以整个景区我们就看完了。我们正在边疆秘境之行，从宁夏、甘肃、新疆、内蒙、东北这几个地方，完全走的是边境。赶紧点个关注，那我们一起出发吧！下期视频再见，拜拜。